清华人士刚被任命为澳大利亚国防部长，中澳军机就在南海对峙，其背后是美国在使坏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的大棋盘中，澳大利亚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反华行动达到了高潮。澳政府在反对华为5G、新冠病毒溯源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挑衅，最终让中澳关系进入了冷冻期。但是，随着澳大利亚大选的结束，工党时隔9年之后夺回了政权，中国政府也正式开启了与澳大利亚重新沟通之门。刚刚在日本结束的美日印澳四方机制的会谈上，澳大利亚新总理阿尔巴尼斯关注的议题未提及中国，这被看成是澳大利亚一个缓和对华关系的信号。直到澳大利亚新政府任命了新的国防部长和副总理，著名的清华人士理查德·马尔斯上位，这意味着中澳关系在未来几年内有可能会悄悄地走向缓和。在澳大利亚政府的架构中，外交部门虽然负责对外关系，但是其主要任务不是安全政策，所以国防部长的人选更能代表澳大利亚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。相比于死硬的反华分子达顿，马尔斯的亲华标签是实实在在的。在莫里森政府执政期间，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外交关系处于冷冻状态。而马尔斯身为澳大利亚反对党的副领袖，是唯一在过去5年里10次进入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的人。外界普遍认为，这10次会谈早已经为中澳关系的缓和奠定了基础。马尔斯在莫里森执政时期有一句名言：“将中国定义为敌人是一个严重错误。”也就因为这一句话，莫里森政府给马尔斯扣上了亲中的帽子。现在，澳大利亚政坛的政治正确也是反华，亲中是一个极端可怕的名词，甚至连一些澳大利亚的学者都害怕被扣上亲华的帽子。1972年，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摸黑投书，直接向北京投送了一封无头电报，主动要求互访建交，从而开启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先河。今天的工党要恢复中澳之间的友好关系，面临的压力并不比那个历史时期小。莫里森政府之所以长期反华，从本质上看是美国操控澳大利亚智库和媒体的结果，而莫里森当局就是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来争取所谓的民意支持，从而达到长期执政的目的。现在工党虽然赢了，但是澳大利亚媒体的反华舆论并没有因此而减少，这就决定了中澳关系的缓和必然会有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。中澳关系改善的另外一个阻力，那就是美国。随着美国实力的下降，利用盟友的力量与中国竞争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，所以才有了现在的奥库斯联盟。因此，即使是工党执政了，澳大利亚政府也很难改变其传统的与美国结盟的立场。不过，在工党政府主持下，只要澳大利亚不再冲到第一线反华，那么中澳关系就有可能全面缓和。近日，中国与澳大利亚军机在南海对峙，马尔斯开始变脸指责中国军机的拦截行动。这次事件也表明，中澳关系的改善非常难，因为美国人肯定会在背后使坏。破坏关系很容易，但是改善起来可能就不会太快了。中国毕竟是澳大利亚主要产品的最大客户，只要两国不发生不必要的争吵，中澳关系会在竞争的同时悄悄地走向缓和。当反华不再是澳大利亚的标签时，最难受的恐怕还是美国，毕竟全世界也找不到几个无脑反华的政府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